在这个部门中，有一个地窖非常大，可是造酒的工作部门却杳无一人。李端煌在言辞中透露，起初他们是从绍兴请来许多工人来造酒，但是这些工人后来发觉，这个工厂一成功，绍兴的制酒事业将大受打击，所以在一夜之间，这些工人全数走避一空。现在所有工作只能由日本人来负担，可是造出来的酒总是没有绍兴酒那种味道。我心想，这些绍兴造酒工人的爱国心真值得钦佩。我又问端煌博士，这么大的机构，经费从何而来？他说，实不相瞒，经费是由庚子赔款对日向下拨出来的。我立刻就想到，庚子赔款各国均已退回，唯有日本人坚持不肯退还，将这笔款项来办同文书院一类的文化机构，作为文化侵略的根据地，所以我当面不说穿，只有婉言谢绝了他们的邀请。正在我们谈话之间，忽然来了2个中国籍传达员，我一看他们的面相，便像日本宪兵队中的中国翻译一般，心里当然更不自在。他们开出口来，对中国人完全采取命令式的口吻，口头连一个请字也没有，叫李博士带陈某人去见所长。李博士悻悻然地拖着我就走。当时我就说，我不想去，因为这种工作对我是不适宜的。李博士听了我的话，面有难色道，既来之，见一见也无所谓，也让我有个交代。在这般情形之下，被他连拉带扯地进了所长室。所长中尾万三，看样子倒像一个老年学者，他拿出一张名次出来，上面有4个衔头，都是博士。口操纯粹的北京话，穿的却是标准的中国长袍马褂，斯斯文文地对我说，本所有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药物的部门，想请陈先生来帮忙。我就答复他，我是一个开业的中医生，一则没有时间，二则学识和资格也不够。他说，我们的研究部门向来以《本草纲目》和先生所编的《中国药学大辞典》为根据，况且先生又编过《黄汉医学丛书》，你的资格正是我们所久仰，真可以堪当日之汉方医学的桥梁，除了你再也找不到适当的人才了。我听了日之2字，已经心头冒起火来，就想借机告辞，免得卷入这种漩涡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中尾万三忽然站起身来，整整衣衫，领我到他们研究汉药的部门去参观。这个部门是另外一座极华丽的洋房，里面工作的人有20名，桌子上放着全国各地收来的黄连标本，全是日本人出动各地领事馆中文化参赞收集来的。我一看这100多种黄连标本，已吓了一跳，又见到他们抽屉中的标本照片和解剖图谱，看到我脚舌不下。至于其他药物标本和户外的种植试验场，令到我的意志动摇，发生了另外一种想法。参观完毕之后，中尾万三诚诚恳恳地对我说，我们这里的工作真是需要一位顾问，许多难题非中国医家来指导是解决不了的。我再三推辞，他却再三的坚请。我忽然一想，我说，我每星期只能来2个小时，有问题尽管问，我答不出的话，可以请教别人，隔1个星期再来答复。不过有3个条件，第一，我不居名义；第二，我不受薪给；第三，你们有的资料，我有时要带回去研究。如果你能答应的话，我就每星期来1次。这番话原想难他们一难，如果难他们不倒，我亦能把他们的资料带出来，全部摄成照片，
存入我的研究资料档案中，便大有裨益了。谁知道钟伟万三一口答应，要我就从下星期起开始工作。回家之后，我心里很是不安，认为这虽是学术工作，但是两国彼此正在交恶之时，我担任这个工作，将来我的声名也许会蒙上一重暗影。谁知道到了次日，李端煌博士已坐了车子来接我。我深悔当时不应该答应他们，遭到这种麻烦，打算不去，又说不出理由来。李博士看我的神色，便说：“你到研究所去是不拘名义的，并不是吃他们的饭，而且一切任你自由。老实说，我在这个机构中也很看不顺眼，为他们做一份工作，我要用他们很多的资料。等我把一篇博士论文仿几支化学研究写好之后，我就要和他们分手的。你要是到这研究所去，早已声明在先，所有资料可以随意带回来研究，所内制作的标本解剖图多得很，你正可借此机会拿出来拍成照片，充实你自己的资料室。”我经他这样一说，心又活动了。于是我跟他到研究所去，开始做一些学术方面的工作。日本人做事认真得很，原来准下午5时放工，但是为了我去办公那天的时间是5点到6点，也把那天的放工时间延迟了1小时。那时已有10几位研究员等候在会议室中，我抵达时恰巧是5点钟，全体起立迎迓。大家寒暄一下，只见桌上放着8张质询纸，我拿起来一看，有4张是当场可以解答的，还有4张要查考资料才能答复。我答复他们时，有翻译员传译。等我答复完4张纸后，已经到了6点钟，大家便道别而散。散班之后，有一个人陪我说：“你要什么资料？只要你签个字就可以拿走。”这次我拿了10张药物标本图带回来之后，我就向附近一家照相馆接洽，把它一一拍下来。拍1张的代价是1元8角。我想一想，这样把他们的资料带出来，对我将来著书方面很有用途。第2个星期是由我自己坐车前去，桌上放有质询纸2张，内容比较扼要，我详详细细地解答清楚。其中有1张是问我中国有什么美容药物，一时令我难以置答。我便举了一个例子说，名演员梅兰芳常吃一种饮料，叫做石斛。这种石斛是新鲜的，乃四川的品种，一株一株种在盆里，临吃之前剪取几茎，煎茶代饮。这种石斛有浓厚的胶质，一则养颜，一则可以润喉，令到讲话的发音都会的柔和清润。这个答案发表之后，他们大为高兴。后来自然科学研究所还出版了2本石斛之研究。书末结论说，石斛非但是滋润药，还是营养剂、美容剂和长寿药。